千呼万唤，这个神。乔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欲望，他想起了玛丽。在几个月前，乔来到了浪漫的巴黎，他走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，终于发现了对方的线索。在别人的口中得知，玛丽去伦敦参加了一个艺术节，所以乔才会来到这座城市。晚上，乔正准备下班回家，却意外看见了在学校离开的凯特。因为两人住得很近，他理所当然地跟踪了对方。Just so we're clear, it's not following someone if you have to walk the same way home. This can't be happening. I can't get involved. Fuck. 就淡定地开始处理尸体。然而这时，乔注意到了哈丁的手指被切掉了一根，而他根本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把手指藏在哪了。晚上，乔肢解了哈丁的尸体，然后把他们丢进了泰晤士河。第二天，乔照常来到了学校，结果碰到了凯特。他还没有意识到哈丁已经遇害。为了感谢乔的帮助，他热情地邀请乔一起参加晚上的聚会。乔不喜欢和这些人接触，可是又没法拒绝。晚上，乔又来到了那家会所，正准备进去的时候，手机却收到了陌生人的消息。对方告诉乔，是自己杀了哈丁。原本他想要陷害乔，而乔的处理方法让他非常的意外。这个消息让乔非常的震惊，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陷害自己。乔开始怀疑派对上的每个人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凶手，而他究
手的信息，对方可以清楚地描述他今天的穿着和打扮。很显然，凶手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他，这种感觉让乔非常的难受。对方似乎在戏谑自己。的全部，对方不断地用短信骚扰着乔，让他承认。She your next victim? No, she's in danger.
说自己不会伤害凯特。富人阶层连续出了2条命案，导致人心惶惶。一群富二代为了自己的安危，决定一起躲在乡下避难。乔也被邀请来到了这里，而邀请他的是庄园的主人菲比，她是某个公爵的女儿。因为凶手答应会和乔见面，乔觉得对方也一定会来到这里。就在乔准备休息时，门缝处塞进了一张纸条，对方让乔去一个指定地点。乔早已等候多时了。空气变得暧昧，结果导致2人当场失控。他们再次体验了一把鱼水之欢。完事之后，2人一前一后参加了晚宴，却没有想到罗德竟然在晚宴上找乔的麻烦。他觉得像乔这样的穷老师不配和他们坐在一起，而且自从乔出现之后，他们失去了2个朋友。罗德在暗示乔就是凶手。一个叫吉玛的女孩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不断的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这让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。然而这时，管家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：菲比女士在房间内遭遇了谋杀，需要所有人去客厅商讨，然后找到凶手。却没有想到，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表现得非常兴奋。原来那个在餐桌上羞辱自己的女孩，竟然倒在了血泊之中，而凯特的手里正拿着凶器。这个画面让乔想到了前妻。
not serious. We always give the foxes a chance in the hunt, don't we? Would you like a head start?新闻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瑞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而且还正式宣布自己要竞选伦敦市长。没有人怀疑他就是杀害富人的凶手，他们的死亡反而让瑞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。乔知道瑞斯的杀戮不会停止，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阻止对方。以前的他总是为了爱情去杀人，但这一次他不想把凯特牵扯进来，乔只好主动和对方提出了分手。安排好一切之后。
到了什么？原来服务生是菲比的狂热粉，一直幻想着自己是对方的朋友。他觉得凶手还在逍遥法外，为了菲比的安全，就控制了他的自由。说着，他还展示了自己和菲比的同款纹身。结果菲比的手上并没有什么纹身。女人立刻拿出了水果刀，打算给菲比现场刻一个。面对这浓浓的爱意，菲比已经吓得花容失色。好在这时，乔找到了这里。为了稳住这个疯女人，菲比开始好言相劝，承认自己是她的好朋友，这才让对方打开了房门。乔进屋之后，女人依然没有放下警惕心。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，菲比趁机夺过了对方手里的水果刀。也就在这时，警察终于出现了，他们破门而入，控制了这个疯狂的女人。结果没有想到，警察还在对方的包里发现了一只耳朵。菲比一眼就认出这是西蒙的耳朵。原来乔没有嫁祸给那个瘾君子，而是提前把耳朵偷偷放进了女人的包里。就这样，女人成了杀害妇人的凶手，连环杀人案完美落幕。另一边，凯特正和年轻的富豪幽会，对方一掷千金，就是为了和凯特睡上一觉。两人都觉得物超所值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男人的手机响起，凯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，对方竟然在和自己的父亲联系。凯特瞬间清醒了过来，原来男人是自己父亲派来的。凯特不想被父亲操控人生，她愤怒地赶走了男人。而乔透过窗户看见了刚才的一幕，凯特也看到了对方，两人一个对视，乔就像收到了什么讯号，随后乔就敲开了凯特的房门。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，两人瞬间旧情复燃，当场又切磋了一把。开始调查女友的父亲，他想知道瑞斯为什么要除掉对方，可网上关于对方的信息少得可怜。不过很快，乔就见到了这个未来的老丈人。凯特不喜欢自己的父亲，他只是想把乔介绍给对方认识，说自己和乔是在认真的交往。Serious, huh? Well,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you, Joe. No. 我勒个叉！乔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洛克竟然也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这一击也太难了。乔尴尬的能在桌上抠出30。可是无论乔如何折磨瑞斯，对方就是不肯开口。I let her go. I'd stepped away. I was starting over. Where is she? Tell me where she is. Tell me or I'll kill you. You fucking psychopath. Tell me. 没有想到，瑞斯到死都没有说出玛丽的下落。而另一边，纳迪亚对乔的身份产生了好奇，对方2次就下了菲比女爵。他觉得这个老师并不是表面那么简单。他趁着乔不在家，偷偷溜进了对方的住所。经过一番寻找，一把神秘的钥匙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顺着乔的生活轨迹，在街边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巷子。走进去之后，他看到了一个铁门。纳迪亚拿出了乔的钥匙，结果真的把门给打开了。与此同时，乔还在为自己的冲动自责，因为他杀了瑞斯，那就没有人知道玛丽的下落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另一个瑞斯却突然从背后出现。乔以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，结果对方却告诉他，他杀的是真正的瑞斯，而且对方确实不认识乔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个活着的瑞斯是乔的邪恶人。
操控。这一刻，乔和自己的邪恶人格达成了共识。晚上，乔趁着夜色偷偷潜入了洛克的工作室。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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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urry! 画面一转，洛克就被乔绑在了椅子上。乔打算给对方安排一个舒服的死法，然而这时洛克的保镖走了进来，他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。乔从背后偷袭，他一刀割断了对方的脚筋，接着又一刀刺向了对方的颈动脉。2刀过后，保镖就领走了盒饭，而洛克还在垂死挣扎。他想要说服乔放过自己，承诺会帮他摆平过去，还会给他用之不尽的财富。 You do this for her. You become the problem. You and I are the same, Joe. We do what has to be done, because that's what being a man is. 随后，乔开始处理现场。他把洛克的死嫁祸给保镖的身上，故意在现场留下了保镖破产的假象。对方是为了钱财杀害了自己的老板，然后他把保镖的尸体埋在了一个荒郊野地。有了邪恶人格的帮助，杀人变得无比的顺利。瑞斯趁着这个机会，不断的劝说乔，让他和自己合体。随后，乔也跟着跳了下去。他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。与此同时，纳迪乔看到了自己的私人物品，对方知道了自己的秘密，但乔一点也不生气，因为他现在有了凯特的支持，可以轻易的买通警察，甚至可以操控网络。Nadia. Give me your hand. Give me your hand. 乔杀了艾迪。一样，都得到了重生的机会。而乔看着玻璃中的自己，出现的竟然是他的邪恶人格。很显然，他们融合到了一起，再加上凯特的帮助，乔已经如虎添翼，杀人对他来说将变得更加的容易。